近日，泰国在购买 F-35战机的时候，不但没有受到美国欢迎，反而是遭到了美国的羞辱。在出口武器仪式上，各国都十分欢迎其他国家购买自家的产品，而美国则不同。在关于出口武器这一点上，美国还要对买家进行资质审核，只有符合美国的要求和标准了，才能够采购美国的武器。但即便是这样，也就有许多国家看中了美军世界第一的战斗力，抢着购买美国装备。特别是在 F-35战机上， F-35作为当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能对外出口的5代隐身机，放到国际军火市场上就是降维打击，再加上全球能资产隐身战机的国家都不超一个巴掌，这让这些国家更加想购买这款战机了。即便是美国对购买这款战机的买家开出了大量的条件，依旧是有许多国家都上赶着送钱。不过有的国家就没那么好了，像那些西方国家采购 F-35战机，美军开出的额外条件无非就是加强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掌控力度，价钱和配套设施什么的都不是问题。而泰国则不同，泰国在购买 F-35战机的时候，不但没有受到美国欢迎，反而是遭到了美国的羞辱。面对泰国的采购请求，美国直接拒绝了这一申请，并且美国驻泰大使还向泰国空军司令传达了五角大楼的意思。由于泰国的基础设施太过落后，军事基地上的机场连最基本的安全保障都无法做到。如果泰国想要采购战机的话，就得改善这些问题，而改善这些问题又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所以泰国还是再过个5年、10年再来说采购 F-35这事。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认为泰国的机场条件太差，实在是配不上 F-35这种高贵的战机。当然美国也不可能拒绝了送上来的生意，还是给了泰国另外2个选项，可以选择购买 F-15或者 F-16战机，但这显然不是泰国想要的。更何况购买这些战机的钱说不定比 F-35还贵。目前 F-35的出售价已经被涨到了2亿美元的价格，但是印尼在采购 F-15战机的时候价格更离谱，花了140亿采购36架 F-15战机，其中95亿是用于采购战机的钱。这样计算的话， F-15战机一架的价格就来到了 2.6亿美元，比 F-35还贵。泰国买 F-35都得心疼半天，怎么可能花费更多的钱和印尼一样采购 F-15战机呢？至于 F-16， 虽然 F-16和 F-35在功能定位上一样，都属于一款多功能中型战机，但是这个 F-16的版本可就有门路了。泰国想获得最先进的 F-16 型号恐怕没那么容易，再加上最先进的 F-16 型号价格也达到上亿美元，大量采购的话，同样是泰国空军无法承担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美国拒绝这笔生意的原因恐怕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简单。早在2022年，泰国就突然对外透露，他们准备购买8架 F-35A， 而且机体的单价仅只有7000万美元。一个没有太多空中压力的泰国，4代机也基本够用，突然提出要买 F-35A，而且价格还这么低，这是让很多人看不懂了。虽然美国在向所有盟友推销 F-35战机，不过细看下来，很多国家还不配买 F-35。比如在中东地区，美国就拒绝了除以色列以外所有国家的购买请求，海湾地区那些美制战机大用户也不例外。除此之外，东南亚国家购买 F-35难度也不小，目前只有新加坡一个国家例外。他们在2019年和2023年分2批订购了12架 F-35B 战机，新加坡能例外也不奇怪。扼守马6甲的新加坡统战价值很高，而且还开放樟宜基地给美国航母使用。其他和美国走得很近的国家，例如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能购买的最高级战机也叫 F-15X。 另外这个7000万美元的采购单价也让人感觉匪夷所思。尽管 F-35飞离成本正在迅速降低，但还远没到7000万这个水平。根据美国防部公布的预算， F-35A 的飞离成本在2024财年是9245万美元，预计最终飞离成本为 1.19亿美元。不过对于国外客户来说，考虑到飞行训练、后勤保障、弹药部件等方面因素， F-35A 的采购单价可以轻松突破 1.5亿美元。以韩国为例子，2022年他们决定增购20架 F-35A， 合同金额达到29亿美元，平均每架飞机的采购成本超过 1.4亿美元。对于美国来说，韩国是亚太地区关键盟友之一，很难相信泰国采购 F-35 的单价只有韩国的1半，这多少有点难以理解。事实上，抛开成本因素不谈，美国现阶段向泰国出售 F-35可能性也非常小。首先 JSF 项目实行的研制伙伴制度，有个研制伙伴提供研制资金，这些研制伙伴在战机采购之中享有优先权。
现阶段 F-35 的产能主要以满足 JSF 研制伙伴需求为主，10几个买家等着提货。泰国哪怕是排队也很难买到。美国对于出售 F-35 战斗机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先后之分，一般而言以西方国家优先，其他国家的排位靠后。泰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之中的价值有限，在美国的盟友排位之中处于非常靠后的位置，所以泰国在2030年之前应该很难拿到 F-3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认为泰国皇家空军基地缺乏运作能力，纯粹就是一个借口。客观上美国现阶段没有产能，主观上他们也不愿意出口 F-35 给泰国。进入新世纪后，泰国与中国关系密切，双方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是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目的国家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泰两国还保持良好的防务合作关系。泰国从中国引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包括船坞登陆舰、FK-3 防空导弹、VT-4 主战坦克、S-26T 潜艇、无人机、远程火箭炮等等。中泰两军还定期、不定期进行联合演习，例如中泰两国举行代号为鹰击的联合训练，训练包括空地、对地攻击等等科目。2022年，中国空军派出歼104战斗机空警500预警机，泰国皇家空军则派出 James-39 战斗机平衡木预警机进行联合训练和模拟对抗演习，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所以对于美国来说，自然不希望中泰两国关系走得如此之近。F-35 可以充当中泰两国之间的楔子，以 F-35 要挟泰国与中国保持距离，例如停止与中国空军进行联合训练，减少向中国采购武器装备等等。当然了，一些网友就此提出了一种观点，就是泰国如果没法直接向美国购买，那他会不会向台湾购买二手的呢？或者是台湾目前正在研发的 ADF 战机。说到这里，我必须提一下，目前台湾很多军事专家分析说，如果台湾也想要引进 F-35，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必须首先具备自研该类战斗机的能力，否则仅仅依靠购买可能会变成无法维持的负担。但是要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 F-35，那相当于彻底断了台军的念想。毕竟以台军目前的实力，要想自研出与 F-35 同类型的战机，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实际上，对于是否研制下一代先进防御型战机 ADF， 已经成为了台军讨论的焦点。对此，台湾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强调说，台湾当年具备了研发 IDF 军国号战斗机的能力，进而使美国决定对台出售 F-16 战机。他认为，如今台湾如果想要获得 F-35 战机，就必须展现出其研发 IDF 战机的能力。但是话又说回来，不管是哪个国家，既然花了大价钱买了 F-35 回去，那都是有计划有安排的，怎么可能再将自己手里的出售给别国呢？那还有人说，如果 ADF 研发成功之后，以泰国的能力，即便无法购买 F-35，也有可能购买台湾的 ADF 战机啊。虽然 ADF 在性能上不一定有 F-35好，但同样都是5代战机，也绝对不会差。而且台湾这边又不会像美国那边一于将 F-5战斗机改造成无人机的问题，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尤其是利用中山科学研究院的技术，将这些战机转变为无人机并非难事。考虑到其现有的飞行控制系统和设计，这种改造实际上只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主要的改动包括将飞行控制系统、视觉监控设备和机体状态传感器与地面控制站对接，从而实现远程操控。美国已有类似的改装经验，他们曾将多架退役战机改装为无人靶机，用于武器系统测试。虽然这些战机主要用作靶机，但改装过程为其他类似任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那么 F-5战斗机在实际中又该如何去实现改装呢？它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F-5战斗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60年代，它最初由诺斯洛普公司设计，目的是开发一种低成本、易维护的战机，供发展中国家使用。经过一系列的技术改进和设计演变， F-5E战斗机及虎牙系列于1970年代得以生产，并在台湾得到了广泛使用。台湾在1980年代生产了大量 F-5E 战机，成为全球最大用户之一。这些战机一直服役至今，尽管它们已经过时，但仍在台湾空军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随着新型战机的不断投入， F-5战机逐渐面临退役。虽然台湾曾计划逐步淘汰这些战机，但由于其技术仍具有一定的价值，如何处理退役的 F-5战机成为了一大问题。将这些战机转为无人机的建议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因为这不仅能够延长战机的使用寿命，还能为台湾的防御提供更多选择。
美国在这方面有先例，他们曾将退役的 F-5A 战机改造成遥控靶机，用于导弹测试。这为类似改造提供了技术支持。回顾历史，台湾曾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过类似的改装工作。为了对天宫导弹和天剑导弹进行实战测试，台湾将4架退役的 F-5A 改装为遥控靶机。尽管改装过程遇到了一些技术问题，但总体来说是成功的。这为台湾将来改造现役的 F-5战机为无人机提供了宝贵经验。因此，基于现有的技术条件，特别是中山科学研究院的能力，将 F-5战斗机改造为无人机是完全可行的，并且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这一任务。通过这种方式，台湾不仅可以节省经济成本，还能最大化利用现有资源，为未来的防御提供多种选择。朱冠蒙飞官的悲剧性牺牲令人痛心，他是一位非常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总飞行时数达703小时，其中510小时是在 F-5系列战机上度过的。不幸的是，他疑似因 F-51战机机械老化问题而遇难。军队计划在2024年前完成 F-5战机的全面更换，但这一时间表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初设定的2010年退役期限。实际上， F-51战机已经服役了超过10年。1990年代初期，经过改装的 Q-50战机返回台湾，并在制航基地进行验收和定期测试。这为将 F-51F 战机改装为无人机的想法提供了可行的技术路径。中山科学研究院拥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来完成这一任务，赋予这些退役战机新的生命，继续为防务事业贡献力量。这无疑是一个富有创意的设想。F-5战机自1960年代开始服役，直到1970年代的 F-51F 老虎战机全盛时期，台湾空军装备了5个连队的 F-51F 战机。随着新型 F-16战机的引进， F-51F 逐渐退居2线，成为飞行员的训练机。朱冠蒙飞官不幸牺牲时，正在执行基本攻防任务，驾驶的是编号为5261的 F-51战机。台湾空军的飞行员培训采用3阶段的训练方式，从 T-34C 初级教练机开始，到 AT-3高级教练机，最后使用 F-51F 进行实战训练，培养飞行员成为空军主力战机的合格操控者。将战斗机转变为无人机，并不仅仅是制造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无人机，实际上这更像是将一枚超级巡航导弹加装翅膀。改装后的战斗机不仅能作为靶机，还能携带大量弹药，在遥控和精确导航的双重引导下，直接飞向敌方重要目标，如后勤基地、指挥中心、军队集结区等，执行自杀式攻击任务。从经济角度来看，将战斗机改装为无人机相对来说成本较低。改造工作主要包括升级飞行控制系统、传感器和其他关键组件，确保它们能够适应无人机的操作需求。改装费用可能在几千到几万美元之间。载荷设备的改装也会有额外的成本，完成改装后还需要进行测试和评估，以确保性能达到预期标准。这可能需要几万到几十万美元的额外投入。相比专门设计的无人机，基于现有战斗机改装的无人机具有多个优势。首先，这种改装利用了现有的飞机模型，因此可以减少复杂的设计和制造过程，快速投入使用。例如，改装 F-5战机为无人机时，需拆除一些不必要的部件，并通过安装电线与飞行控制系统连接，实现自动驾驶。这种改装后的无人机可用于实弹测试、空对空和地对空武器测试，甚至执行携带炸弹的自杀式攻击。改装后的无人机在飞行性能上，通常能够超越有人驾驶飞机的生理限制，展现出卓越的飞行能力。例如，美国改装的 Q-16 无人机可以以1.47马赫的速度在10000米高空飞行，并能承受高达7倍的机动超载。相比之下，现有专门设计的无人机在速度、飞行高度和航程方面大多不及改装型无人机，只有少数长航时高空战略无人机能匹敌。通过将战斗机改装为无人机，能够在载荷携带能力上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潜力。无论是外挂能力还是内部弹药舱的容量，改装后的无人机在这方面远超一些专门设计的无人机。例如，美军的 M9 攻击无人机最大载荷为7吨，可搭载4枚地狱火导弹和2枚500公斤级航空炸弹。而美军最先进的 X-47B 无人战斗机最大载荷仅为2吨，能够搭载2枚2000磅级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但经过改装的 F-16战机
如 TOF-16保留了原有的技术规格，在航程和载荷能力方面与现代无人机不相上下，甚至超越一些专门设计的察打一体无人机。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今年成功将人工智能系统集成到 F-16战斗机中，使其具备了自主作战能力。在测试阶段，经过深度改装的 F-16由人工智能系统控制，独立完成飞行任务，并成功执行了超视距空战。DARPA 开发的空战系统展示了 F-16在视距内的机动能力，并与人工智能对手进行了激烈对抗。此外，在2020年 ，DARPA 组织了模拟飞行对抗赛 ，F-16的人工智能系统以5-0的成绩击败了人类飞行员。这种技术的进展使得未来的空中作战能力更加高效，并且大幅降低飞行员的风险和训练成本。美军的战略计划中，未来 F-35战斗机将与无人版 F-16协同作战，其中无人版 F-16将主要负责突破敌方防空系统，而 F-35则继续攻击敌方关键目标。这种将退役战斗机改装为无人机的策略被视为一种成本低效高的创新方案。目前，美军的飞机坟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存放着大量的 F-16战斗机。这些飞机因为干燥的气候保持良好状态。改装后的 TOF-16无人机可以无需飞行员执行更高风险的任务，并且能够携带导弹、炸弹，甚至作为诱饵使用。利用退役战斗机改装成无人机的方法被认为是一个低成本、高回报的战略选择。然而，尽管这些改装后的无人机和新型教练机具有许多优点，它们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改装后的无人机与专门设计的无人机相比，在起降要求方面较高，需要依赖机场跑道和地面设施，这限制了其机动性。此外，由于改装的机型通常是老旧战机，它们在隐身能力方面也存在短板。由于机型的气动设计和结构较为陈旧，这些战机的雷达反射面积和红外特征较为显著，使得它们更容易被现代的高端探测系统发现，降低了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F-5战机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诺斯罗普公司发起的 N-156项目，该项目的原型机为 T-38教练机。N-156项目的目标是开发一种低成本、易于维护的战斗机，专门用于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为美国的盟友提供支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诺斯罗普公司设计并推出了多个机型，最终 N-1562设计获得了认可，并被命名为 F-5A 战斗机。F-5B 型号则是其双座版，主要用于飞行训练。从1964年开始签订生产合同，直到1972年生产结束。诺斯罗普公司共生产了636架 F-5战机，其中包括200架 F-5B 教练机。在1960年代，台湾通过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购买92架 F-5A 和23架 F-5B， 并于1965年正式投入服役。这一行动被称为玉山计划。F-5战机在台湾空军服役了接近22年，而 F-5B 则服役了31年。进入1970年代，诺斯罗普公司在国际战斗机计划下，成功研发了 F-5A 的改进版 F-5E 战斗机，通常称为老虎20。与 F-5A 相比， F-5E 拥有更大机体、更宽的机翼以及更先进的航电系统。F-5F 则是双座教练机型，设计上对机鼻进行了重新设计，同时保留了 M39机炮。1968年，台湾与诺斯罗普公司签署了合作生产 F-5E-F 战机的协议，并提供技术指导、人员培训和生产设备。这一合作被称为虎安计划。1974年10月30日，首架 F-5E 战机下线，即中正号。此后，台湾空军装备的 F-5E-F 战机数量最多。然而，随着1990年代台湾引进 F-16战斗机， F-5E-F 战机逐渐退居二线，并成为飞行员的训练机型。尽管 F-5E-F 不再是主力战机，但仍然是飞行员训练的重要选择。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F-5E-F 面临着机身老化和零件短缺问题，其发动机已经停产超过30年，必须通过不断的维修来维持性能。原计划 F-5E-F 战机应于2019年退役，当时台湾计划引进意大利的 M346高级教练机来替代 F-5E-F。然而，随着台湾启动了自主研发永鹰高级教练机的项目，最终决定放弃 M346的购买计划，转而进行自主研发。这一决策意味着 F-5E-F 的服役期将延长至少5年，
使得 F5系列战机在台湾的服役时间达到了近半个世纪。考虑到这些老旧战机的使用价值，台湾目前正在探索可能的处理方案。受到美国在无人化战机领域成就的启发，一些人提出了将 F5战机改造为无人机的想法，延续这些老战机的使用寿命，并继续为台湾的防务提供支持。这个计划是否能够成功推进，以及美国是否愿意提供所需的技术支持，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